天亮的时候，黄有胜一家已经在深山里走了2个小时。他们要去寻找一种特殊的石料，这种石料可以用来制作当地怒族人非常喜爱的石板粑粑。黄有胜今年60岁，从记事起，祖辈们就以此为生。过去是因为道路艰险，人们想要炊煮饭时，只能就地取材。这里是云南丙中洛镇，静水深流，怒江第1湾于此蜿蜒而过。石板是当地特有的一种青黑色页岩，通常选取背阴背风的山崖上的石块，用撬杆撬下后，将大小合适的石料用刀砍削修整。背下山，再打磨抛光，放在火塘边烘烤1、2个月，水分烤干后就可以使用了。在整个怒江峡谷，懂得这门技艺的人已经不多。石板放在火上，受热后便从松软可削变得坚实密硬，火烧不坏，水浇不裂。撒上薄薄一层炉灰，这是祖先传下来的不粘锅的古法。把野生甜荞粉搅成了糊，倒在石板上开始烙制。在火的烘烤中，石板渐渐有了温度。荞麦粑粑边缘的气孔中溢出焦香。粑粑熟了，再蘸上一点蜂蜜，这是来自怒江峡谷中的野生蜂蜜。集万物于一山的峡谷地貌，使得蜂蜜饱含清甜。荞麦的焦香和野蜂蜜的甜润混合，舌尖上就有了怒江夏天的味道。这种起源于新石器时代，用火加热石器烹制食物的石烹方法，是目前还能看到的最为古老的食物制作方式之一。今天，在云南当地厨师中，石烹器型有了改变，但仍然创造着美味。将石锅放在火上空烧30分钟，灌入熬制8个多小时的高汤，再放入新鲜松茸，受热均匀的石锅成为松茸的温润天堂，
它们的香气流溢出来，珍贵食材的活力被完美释放。在南方许多民族当中，火塘仍然被广泛使用。简朴的土灶被置于房屋的中心，成为家中最神圣的区域。烟火升起，便有了中国人烹饪美味的期许。每年9、10月份的农闲时节，都是薛辉明最忙的时候。在河南三门峡陕州，薛辉明是当地有名的厨师，应接不暇的红白喜宴常常让他难以应付。薛辉明的办法是砌灶。陕州地处黄河峡谷，为了防风抗震，当地先民掘地为学，至今仍然留存着几百座坚固耐用的下沉式院落。这种奇特的民居就是地坑院。地坑院里正在砌一种叫做穿山灶的特殊灶台，这是薛辉明闻名乡里的绝技。穿山灶这个东西，你不管有几十桌，人不怕它；你就是炒个10桌、20桌都不怕它。利用地坑院气流向上的原理，7孔穿山灶呈斜坡状，依次向上开7个灶孔，灶心相通。它有那个坡度，火走上坡，一上一下，那个火力就拉力就大了，它那个传热就传上去了。关键火头开不开就在这个锅上说，这个锅是最关键的锅。忙了整整一天，给新砌的穿山灶贴上灶神。穿山灶盘起了，哎，这啥我脑袋痒都挠得疼。有那个。这意味着穿山灶全部完成。灶神是人们在锅灶边供奉的掌管驱邪避祸的神，对灶王爷的礼敬，寄托着每一位厨人对平安幸福的希望。10月的陕州正值雨季，到了夜里果然下起了小雨。新砌的灶虽然已经暖堂烘干，但能不能经得住雨水浇淋，薛辉明还是有点担心。小朋友搭起来，拿着塑料布把其他人家遮住就行了。想拿小棚热起来，塑料布嘛就弄长一点，两边一拉一下，拉到这个院两头。啥子地方都起。一夜过去，大灶安好。天一亮，老薛赶紧开始准备。搭档李建朝夫妇也早早赶到菜场，开始了婚宴菜品的挑选。今天，老薛准备的菜是扣碗条子肉、红油豆腐、小酥肉、杂烩菜、清炖3珍、高汤海带。烹饪方法不同，火候要求也不同，每种菜都要分别放在不同的灶眼上。扣碗条子肉、糯米饭都需要大火蒸，放在第1、第2眼灶上。第3眼灶火头最强，能确保小酥肉的酥香里嫩。再往上炉温逐渐减弱，依次用于炖、焖、保温等。7个灶同时做出7道热菜，再配上3道凉菜，这就是陕州当地有名的10碗席。
穿山灶，即便是100余人的婚宴，薛慧明也显得从容不迫。自己的手艺给乡邻们带来了快乐，也赢得了人们的敬意。穿山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热能，使用少量燃料也足以烹制大量的食物，充满了地坑院人的生活智慧。灶实现了对火的掌控。几千年前，中国人还发现了水的转化，并在世界上最早运用蒸汽来烹制食物。蒸笼已经是中国人最常用的器具。这种利用弯木坐边和竹条衬底的圆形蒸笼，将食物与水隔离，高于沸水温度的蒸汽传导热量，保持了食物的完整形状。蒸的过程中，纤维物质被保留在食物内部，营养成分也不受破坏。无论菜肴还是面点，蒸的技法给中国人的餐桌带来了原汁原味的选择。800多年前的一天，一艘宋代货船行船至此，翻覆沉没。在广东阳江附近海域发现的这艘南海1号沉船，让宋代饮食文化的繁盛和铁锅的发展浮出时光之海。我们从14年开始发掘，3年，总共清理了100多吨的铁器，主要是以铁锅为主。考古队长崔勇30年前在水下找到这艘沉船时，最先触摸到的便是水底沉船货舱顶上的铁锅。铁锅的历史始于秦汉，铁质炊具良好的导热性能，推动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爆炒技法。在高温中，食物性状发生改变，各种调味得以进入，万千食材在短时间内成为美味佳肴。中国菜肴的精妙因为炒而独步世界。今年83岁的王立芳打了一辈子铁锅，这里许多铁匠都出自他的门下。妻子王玉海，儿媳高红盘，更是得其亲传，在章丘打铁多为夫妻搭档。就说俺俩人必须得配合起来。这个大锤呀，你看到，我掂一下子，他打一锤，一个是得有力气，这个还得有技术。章丘手工铁锅制造分12道工序，7道热锻，5道冷锻。这项工艺历史悠久，早在汉代，这里便是冶铁重镇。直到今天，这里仍保留传统铁锅打制技艺。中式炒菜经常需要手持翻动，2毫米的铁板被打制成锅把一体，不仅传热均匀，而且结实耐用，能给予厨师舒适的手感。铁锅打制的工序中，最重要的2道工序是打底子和打冷子。打底子要捶打出铁锅的锅形，煎转黄花鱼是鲁菜大翻勺的功夫菜，在烹制中需要黄花鱼整体一次性翻转180度，保持整齐不乱，汁水不洒。这既是鲁菜技艺的高超，也得益于铁锅内部深，适合煎转的特点。而锅的内壁经过锻打形成了内糊，食材在翻勺时从锅体自然内翻，不会产生外抛。煎转出的黄花鱼，外表酥脆而肉质细嫩，入口含化。打冷子也称冷锻，
一点一点把锅锻打成镜面，能够在里面看到人脸才是合格。3万6想追啊，他烧了不行啊，有没这功夫他出不这个唱片，又糊弄他又糊弄你，他不好看。12道工序，18遍火候，大大小小10几种铁锤工具，1000度高温冶炼，3万6千次锻打，每一次的锻打都是对铁最有力的历练，注入着气力的同时，更赋予铁锅以生命。手工打造的铁锅，在一款清水炒鸡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没放一滴油，丝毫不沾。这一特性助力了鲁菜独有的制作方法。鲁菜经典9转大肠，在熬糖上色过程中需要不断烧烤，而铁锅厚薄恰当，光滑紧致，在长时间熬制中，糖浆始终没有干结粘锅，食物完整美观，晶莹剔透，入口筋道，五味融合。有生命的器物创造了有生命的饮食。章丘铁锅3万6千次捶打，获得生命的它，成为创造鲁菜传奇与荣耀的舞台。2000年前后，手工锻锅行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，短短2年，几乎所有铁匠铺全部倒闭。当捶打的声音止息，衰微的也是铁匠们的生命。机器的才10来块钱一个，俺那时候卖，才卖30块钱一个吧，因为啥活挺辛苦，又不挣钱，感觉卖铁也没有现在有什么车啥的，那会地板车，我和我父亲俺2个人拉着，20多里地啊，从东莞去买铁的。早晨起来去的时候穿着棉衣去，来的时候穿着单衣回来。现在你说起来心里不好受啊。到了半道也，我父亲就说：“说咱爷俩到现在还没吃饭了，都中午了，早晨饭还没吃了。”哎呀，我心里不舍得买东西吃，昨天那饭都没舍得买。最近几年，人们又开始认识到传统铁锅的魅力。在热爱传统手工的年轻人的帮助下，王立芳和已经放弃的老师傅们又重出家门，在东平陵新址这个曾经的汉代冶铁技术中心，人们又再次燃起炉火。多么清新呀！一个针子一个锤子，那你啥不管干着那活，都这么好干，不后悔，是干这么很好。我还想尽量的多干2年，今年51，争取干到60。世界上大概唯独中国厨师，只有一把厨刀便独闯天涯。在食物的江湖，刀练就也见证了厨师的功夫。中国菜刀一刀多用，可剁可砍可切可片，可以说中国菜刀就是为中国菜专门形成的。在千年古镇青堤，侯世平心无旁骛，手工打刀40年。在他眼里，一把手工菜刀的制作秘诀就是安钢、淬火和磨刀。把钢砸进铁里，刀便有了无坚不摧的刃口。深井盐水，阴寒沉稳，用来淬火，刀能变得外硬内韧。为了找到一块匹配的磨刀石，他上江油，下河川，寻寻觅觅之后，才发现身后的山上就藏着真正的宝贝。所谓一方水土一把刀，耗的就是家门口这块石头吧。
3000里外的济南郊外，李时珍一家世代制刀传承不息。他的绝技秘而不宣，打出的刀声若龙吟，切浆如玉。金木之间，天生比邻。砧板在中国人的厨房中总是保持着低调。在银杏之乡，很早以前人们就发现，银杏树富含油脂，加之特有的修复功能，可以抗菌，能够愈合刀痕，切割食材时不伤刀刃，不划刀。独特的银杏砧板是当地人家心爱的宝贝。一块银杏砧板在厨房里获得了全新生命的年轮。刀工精湛的淮扬厨师更是人人必备。历史上，淮扬菜注重菜品形态，运用花刀镂刻而成的瓜雕，被称为扬州一绝。而淮扬厨师靠着一把菜刀，就能做到前劈、中切、后斩。最见功力的就是淮扬菜翠珠鱼花中的十字花刀，每刀间距5毫米，鸡刀穿过鱼肉，制皮不破。整个制作只用一把刀，就完成了剁、切、片击等多种刀法。酸甜的酱汁沿着花刀形成的沟壑，如水形深谷，浸透鱼身。烹制后，鱼肉外脆内嫩，甜酸适口。中国烹饪刀法有名目的就有100余种，仅仅是普通的炒腰花，可用刀法就有10余种，可成麦穗状、蓑衣状、荔枝状、寿字状、凤尾花状等等。繁复的刀法目的在于食物的成熟和入味。完美的中式炒菜，刀工对食材的处理只是开始，对火候的把握才是烹调技艺的关键。陕西名厨杜西风这几天正为一件事忧心。你会不会？你不会，谁还会？哦，头几问我，师傅，我也跟着你这么长时间，也教了有很多陕菜，那陕菜的花大四门，你咋没有教给我？这时候我才感悟到，这么一个技艺，在我这儿都慢慢的去把它去淡化了。陕西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丰富的烹饪技艺，陕菜也成为中国最古老的菜系。然而今天，花打四门这项陕菜厨师独有的绝技正濒临失传。炒制鲜嫩的食材，往往需要在短时间里飞火快炒，前后左右火焰翻飞，就形象的叫做花打四门。花打四门，火候的把握是关键。花打四门的绝，它绝在火候的运用上，这一种度的把握，这是一个绝。为了这个绝，杜西风没少吃苦，到现在，胳膊上还有一块当年翻勺时烫伤的疤痕。让花打四门名动天下的是陕西蓝田人李勤熙。他作为陕菜的一代宗师，曾经在慈禧太后逃难西安时执掌御宴。据说当时慈禧每餐必有一道金边白菜，用的就是花打四门的技艺。历经传承，陕菜大师翟耀民接棒，传至杜西风。杜西风生长在陕西蓝田，这里是著名的厨师之乡，人称蓝田厨师为勺勺客。年近花甲，杜西风愈加觉得传承陕菜的绝技是自己的责任。在杜西风眼里，花打四门是对于火最高超的运用，是陕菜的魂。但是，今天餐饮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
炉灶和热源的改变，让这项承继着传统的灶台技艺的火种或将熄灭。花大师门陕西的一个斗门绝技，如果失传了，我再没向我的师傅交代，我要把这一个技艺重新找回。花打四门瓢工是根基，将铁锅内盛满沙粒，单臂翻抛，经年累月，要练到抛开石起间，颗粒不洒，不疯魔不成活。杜西风家里家外日夜苦练。2017年9月的一天，杜西风特意请来师傅翟耀民，他希望用自己最佳的演绎，让绝技得以传承，让陕菜再现荣光。将白菜用刀轻拍，使之变松入味，切成4厘米的条块，点燃炉火。锅内表面温度达200度时，将白菜放入，烹醋燎火，火随菜转，菜随瓢走，前推后翻，左摆右合，白菜向4个方位翻起，东西南北4野8荒之意蕴含其中。飞火炒菜，花打4门，大开大合，艳势磅礴。短短几分钟，白菜四周被火焰燎染上金色，微微的焦糊锁住了汁水，脆嫩爽口的金边白菜散发着时光的幽香，一道经典再次重生。中国人在处理不同食材的过程中，选择和创造了不同的器物，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器具中，发展出繁多的烹饪技艺，烹调着美味。气让食物有了更好的味道。除了烹饪美食必备的器具，中国饮食的多彩，还有许多来自于民间实践中的智慧。这些奇思妙想，丰富了我们的食物，实现了对食物味道完整彻底的体验，成为中国饮食器具中最为令人惊叹的创造。我看了你炒菜，连火候都没掌握准，我要的是外面脆，里面是爽挺的感觉。你炒这个菜方法都错了，先下辣椒再下花椒，颜色有点浅了。倒回去，倒回去。蓝明禄年少入行，进入川菜大师门下学艺。几十年过去，深得川菜的精髓与要义。川菜味型丰富，蓝明禄一直致力于研究川菜调味中的变化与秘密。我们职业厨师，你要想把味道玩好哈，你必须是要了解每一个调料它的特性。而真正令他着迷的，是在四川随处可见的泡菜。制作一坛完美的泡菜，对研究川菜调味来说意义非凡。腌好泡菜，坛子至关重要。在各种泡菜容器中，别人废弃的老坛子对蓝明禄来说都是宝贝。从我选哈，我选老坛子，因为老坛子啊，它的釉是单面，它里面是无釉的。老坛子大多是陶土烧制，胎体薄，易于透气。即使长时间的腌制，依旧能保持蔬菜新鲜的状态，吃起来清脆爽口。挑选坛子，大肚小口最为适宜。日久天长的使用中，老坛子个个都充满了灵气。老人讲的，我们要忌坛生，把一个草纸点燃了，都在缸里面去，把碳咸水这么一加，盖上盖子，哦，它里面的空气燃烧完了之后，碳咸水就要被吸进去。水全部都吸干了，密封性强，坛子是好坛子，巴适。
已经入秋，各种蔬菜新鲜上市。蓝明路对泡菜选料十分苛刻。你这只有这个姜啊，你还有再小再嫩一点的啦。这个姜嘛就算是嫩起来了嘛。你这个姜是泡过的，这种香味，再一个它泡出来的脆度都不够了。首先，把嫩姜、豇豆、蒜苔、辣椒、洋姜、胡萝卜等等应季食材一一洗净，阴干备用。你们要选把戏点哦，辣椒破了一点点口头的，有一点点那个烂了的和黑板的都不料，快点哦，中午了哈。要得，快哦，来不来？来满了，那就到了。好嘞。取井水倒入约坛子的1/5，加入大颗粒的泡菜盐，制作起坛水。将食料向坛子的侧面一层层摆放。给坛水要和下料交替进行，食料必须完整的，保证食材不变味儿。起老坛水的料主要以姜、辣子、萝卜为主，泡菜的香料放在中部，其他的辅料主要作用在于味道的互补，使整个味道达到中和。泡菜不要加得太满，水刚好淹过菜为宜。加入适量白酒后封坛。不知道当初是什么样的人发明了如此简单而又如此科学的泡菜坛子。只要在坛沿口倒上1碗水，再扣上1只大碗，坛子里的泡菜就完全处于无氧发酵中了。把食物发酵放酸了吃是一种古老的吃法。四川泡菜最早作为巴蜀两国的王室祭祀品，3000多年的历史延续至今。在我们四川，就说家家户户都在泡泡菜，他们每一家的泡菜都不一个味道。像有些人他喜欢吃咸点，有些人喜欢吃酸点，因为他是哪门掌握的，他自己都不知道。他每一家出来的泡菜是完全不一样的哦。他家永远都是这么咸，他家永远都是这么酸，他家永远都是这么脆，他家永远都是这么好吃。难吃的家庭永远进去都是那么难吃。烧椒凉粉是一道乡土风味浓郁的民间川菜。蓝明路做出的味道迥异他人，不仅在于手法传统，更在于他那一勺老坛水的加入。泡菜的复合香味激发了食材的生机，好像遇见这味道的食物都突然被唤醒了一样。一碗凉粉便有了神奇的美味。我一直都认为是泡菜，它是有生命的，它是非常灵气的。在缺氧环境下，乳酸菌把蔬菜中的糖分解成乳酸，还可以分解蔬菜中的蛋白质，产生鲜味的氨基酸，从而使得蔬菜的风味发生极大的变化。3、4天后，发酵当中的食材会排出气体，甚至会把坛盖顶开，同时坛子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听声音，闻气味，蓝明路可以准确地知道发酵的过程。完美发酵的泡菜会散发出迷人的香味，让人口舌生津，食欲大开。最能凸显泡菜的复合味，带给川菜神奇的菜品是西蜀老坛泡菜鱼。这道菜加入了大量泡菜，鲜香的泡菜能够增香、提味、去除鱼腥。它把所有的调味料都变得那么的柔和，那么的香。
泡菜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就是四川人的命，那是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命根子。泡菜作为川菜之骨，形成了由开胃菜到调料到配菜的演变。蓝明路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川菜调味上，少有时间与家人团聚，这成了他多年来的心结。还有一次感受很深的就是，我在家里给儿子炒了几个菜，他就哭了，晓得吗？他说很好吃，这么多年你干厨师，今天我又吃到你炒的菜，那种感觉哈，还觉得很幸福。爱就是最好的调味。泡菜坛子完成了食材的转换，带给川渝地区的人们时间的味道。美食不如美器，在漫长的历史中，如何更好地利用每一种食材，烹饪出最好的味道？从厨具到餐具，中国人发展出了独特的工具智慧和审美意识。张红是一位餐具设计师，30年来，他一直与泥巴打交道。还有气孔，会呼吸，机器炼的泥就没有气孔，泥有泥性，人有人性，一样的，它也是有生命的。张红15岁起就拖着大板车在北京街头售卖白瓷白碗。奋斗了半生后，他突然放下一切，钻进瓷土泥堆里，寻找亲手烧制的满足。今年张红45岁，他把家搬到了景德镇，为美食做美器，成了他后半生最大的梦想。玉县以北沟壑纵横，物产贫瘠，却深藏了一种叫做干子泥的陶土，是制作黑陶器具的最好材料。千百年来，它满足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所需。张哥，好，你们咋着呢？你可来了！哎呀，行，好，哎呀，走吧，怎么样？窑弄得怎么样了？行，好了。这是一种古老的制陶方法，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。偏远的塞外，将古法制作陶器的工艺流传至今。这个碗的肚子这儿还得大点儿，肚子大点休息它。对，但是饱满一点。好啊。咱们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张红发现这里，他如获至宝，从此便念念不忘。好，把这底足这块让它直一点，再稍微直一点，直上直下一点。我给我画针的时候能割。器皿的，它不仅是承载食物的，也是承载我们审美及心灵层面的这种表达。好，这帮开，慢点啊。老杜，这感觉我喜欢呀，这个，行，这个陶瓷要这口气，这口气一出来。这力量出来了，它表达的不是温润，不是柔美，是这种力量。在张红看来，饮食器具的设计是艺术的综合，既要考虑到瓷器的釉彩质地与装成食物的食材色彩彼此呼应，还要了解饮食空间的布局。这种器皿，你看，就成我们空间的一部分了。它就不仅仅是单独的个体了，它是一种交融，能够融合在一起。对，你看小船、灯光有时代性、简约。食因气而风韵，气因食而多姿。美食与美器的完美融合，才是一次完整的饮食体验。红烧肉庄重敦厚，适宜用粗陶装成。手工烧制的陶器肌理清晰，
加上自然的釉水变化，衬托着肉质饱满的色泽，器皿与食物浑然一体。10年前，张红设计的这个小碗成为了经典。我们现在好多客人啊来吃完这个菜，就连这个器型他都特别喜欢，甚至有客人说这个碗能不能我们自己去刷一刷，然后我们给我带走。150年前烧制的这套铜制大婚瓷，共计10072件，除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2800余件外，其余都散落民间。重庆收藏家陈斌松辗转海外，苦心收藏，才有了我们眼前历史的模样。铜制大婚瓷开启了中国日用餐具史上整套餐具的概念，实用之余也极尽巧思，传递着古人对饮宴节礼的郑重。以器物来表达心灵，正是多年来张红的愿望。陶土隐忍，玻璃张扬，不同材料之间的组合试验，推动着张红的创作。琉璃呀、玻璃，它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处。玻璃也是通过高温熔炉呈现的，陶瓷也是经历过火。同时，你摆放玻璃的点也很重要。美食更多的呈现的是物质，美器呢更多的是体现出精神层面的愉悦。美食美器的完美融合，才是一次完整的饮食体验。人与物在相互的磨砺中完成了彼此的塑造，在烈火中赋予器物永恒的温度，让时间有了厚度，让味道有了记忆。在景德镇，为美食做美器的还有段振民。老段专心致辞，始于儿时对家的记忆。我的家旁边就是御窑厂，那个民房呢就是典型的徽派建筑，楼下呢它就是一个仓库，干嘛的呢？放瓷土的。所以说我们从小就沉浸在这种陶瓷的氛围当中。在古徽州地区，青砖、粉墙、黛瓦，筑成了生生不息的家。奔波各地的老段，被分开天际的一抹马头墙触动了心怀。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传递出家乡的味道。这个墙的表达，给我们是一个家的传，有墙就有家嘛。最近老段在谋划一件事情，希望能为自己的作品增加一些家乡鄱阳湖的味道。家乡的味道，是老段内心深处的记忆。都昌地处鄱阳湖畔，豆参是当地人餐桌上离不开的美味。豆参制作过程并不繁复，泡豆、榨浆、成型、切块。而最为关键的是，烹炸过程中要用水控制锅内的温度。豆参缓缓胀大，变得蓬松起来，通透松脆，口感筋道。伴随而生的一道菜便是豆参煮鱼。作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，鄱阳湖的食材自然鲜美，豆参煮鱼是人们的家常，也是最爱。在瓷路上漂泊，一头心系故乡，另一头面朝世界。老段在德国开设了一家陶瓷生活馆，以瓷器为媒介，传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。这一次，他给朋友们带来了特殊的礼物，这也是他琢磨了很久的那件事。了解中国莫过于瓷器，莫过于了解瓷人的家乡和他家乡的味道。食髓知味，老段万里迢迢把家乡的豆参带到了德国，不是为了那一份口腹之欲，
而是想让朋友们感受来自东方的器物之美和食材之味。瓷是中国的名字，马头墙落在瓷碗上，散发着家乡的味道。这是一道菜，我们叫豆葱鸡汤。中国人的生活在食物与器具的结合中找到了表达。炊煮、盛食、进食、饮用、贮藏。中国人的厨房充满了我们所熟悉的器物，它们沾染着烟火，沉淀着岁月。在天长日久的使用中，这些器物陪伴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。美食消散，器物永恒。无论我们是否记得，它们始终沉默而忠诚地存在着。这里有我们理想的家，曾经安放着我们理想的人生。器物有形无边。食器之美，让食物有了一份归家的温暖。时代变幻，人生冷暖，故乡滋味，历久弥新。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第3季，请继续收看。